是冤案，莫尽是冤案。冤枉惨死家里还有孤儿寡妇，是我是神探，我从来没错过。这个自称神探的男人名叫李俊，早年间确实是警队名声在外、逢案必破的高手。后来因为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被迫提前结束了职业生涯。尽管如此，他却一直没有放弃对破案的执着，还声称自己能够看到真凶。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李俊口中的屠夫案和魔警案。几年前，一起骇人听闻的雨夜屠夫案让香港市民人心惶惶，受害者均为年轻女性，凶手作案手法极其残忍，最后只有一个人逃了出来，并被警方救下。重案组很快展开调查，锁定了一个名叫佘强的男人，并在男人家附近挖出多具女性尸体。面对警方的指控，佘强抱着女儿，情绪激动地表示自己没杀过人，他的状态宛如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也更加坐实了警方的猜想。重案组成员方礼信飞扑上前抱走孩子，队长欧阳健则迅速开枪击毙了佘强。4年后，一起魔警案轰动香港，2名警察在巡逻期间被残忍杀害，现场死者中还有一名身穿黑衣的男人，凶手将黑衣人当作盾牌挡在身前，随后将作案手枪塞在黑衣男人手中，并给他换上一双球鞋。警方勘察现场后，在黑衣人身上发现了警官证。方礼信向欧阳健汇报时提起了之前的一宗大发钱柜枪杀保安的结案，疑犯当时并未落网。警方最后也只查到了作案枪支的来源以及一双红绳白球鞋。躺在地上的黑衣人不出意外就是那起凶案的罪魁祸首，毕竟他完美契合了警方查到的线索。这时欧技组长黄兴姗姗来迟，了解情况后召开了记者发布会，一锤定音指控荃湾区警员秦志涛为残杀同僚的魔警案凶手。得知这一情况的李俊大骂黄兴是个虚有其表的废柴，查都不查就在记者面前大放厥词。他开着车冲进了发布会现场，不顾众人阻拦，大喊全错了，紧接着掏出枪随手抓了一个记者，模拟了当时的情况。据他分析，秦志涛根本不是真凶，现场还有第4个人，他就是被这第4个人绑到现场做了替罪羔羊。李俊的分析确实和现场的情况如出一辙，但对于没有上帝视角的人来说显然没什么说服力。黄兴也反驳，在秦志涛的储物柜找到了赃款和钱箱，这些就是铁证。李俊情绪激动地表示，凶手在栽赃嫁祸，就像4年前的屠夫案，佘强根本就不是真凶。紧接着李俊将矛头指向负责这2起案件的高级督察欧阳健，认为他在没有人证的情况下击毙佘强有很大的问题。这时一个警员趁李俊不备扑倒了他，欧阳健马上补了2枪制服了李俊。不得不说，他真的很喜欢开枪。欧阳健就算真的没有问题，这种遇事不决先开枪的行事作风，估计也极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也难保不被真凶利用来杀人灭口。李俊大闹记者会并没有翻起什么水花，这2起案子还是按照警方最初的判断草草结案。一晃17年过去，人烟稀少的码头上正聚集着一帮人，他们像是在举办某种仪式，将3个用铁链捆着的人扔在地上，不仅往他们身上浇汽油，同时还用红漆在地上密密麻麻写满数字。一切准备完毕后，其中一个男人点燃了现场，他痛哭流涕地表示终于为父母报了仇。随后一行人上车逃离现场。警方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来到现场，方礼信和妻子陈怡也赶到了现场，2人是夫妻也是同事，而且马上就要晋升为宝爸宝妈。据陈怡了解，20年前这里也发生过一起烧尸案，死者是附近批发市场的老板和老板娘，现场经过大火焚烧，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警方也并未抓到任何人。眼下这起烧尸案的被害者正是老板的3个哥哥，凶手显然认为他们3人就是17年前烧尸案的真凶，并动用私刑以其人之害致其人之身。地上用红漆写的是21宗案件的编号，其中19起失踪，2起尸体被发现，受害者无一例外都是女孩，这显然是烧尸案凶手的预告。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这起连环凶杀案的真凶。欧阳健站上车顶，发现这些编号组成了神探2个字，这或许就是复仇组织的代号。案件被广泛报道，天桥下一个男人神色异常，尽管是大晴天，他却穿着雨衣瑟瑟发抖，不断有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淌下。男人来找住在天桥底下的神探李俊寻求帮助。李俊这些年俨然从警队之星变成了流浪汉，天桥下也成了他的家。李俊在家里铺满纸板，纸板上写着近几十年的冤假错案以及他分析出的真凶。李俊好奇地打量着男人，询问他究竟是谁。男人马上表示自己就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男人求李俊帮忙躲过神探组织的追杀。李俊一脸鄙夷地看着眼前这个雨夜杀人魔，表示自己不会救一个人渣。男人却认为人渣也是父母生的。李俊无奈只能带着男人查案。与此同时，警方也试图找出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据他们调查，这21起案子的受害者除了同为女性外，背景没有共同特点，案发地范围十分广，时间大多在晚上10点到凌晨4点之间，推测凶手应该有逮捕工具，再加上没有收到过被挟持上车的报案，自愿上车的可能性更大一点。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在九龙开夜班的士的司机。另一边，李俊正和连环杀人案凶手分析情况，但在路人看来他却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看来李俊的病情加重不少，但于他破案而言却是一件好事。通过和幻觉中的凶手对话，李俊认为神探组织是在模仿连环杀人犯的作案手法，
挑选大雨天作案后将尸体扔进沟渠。李俊拼命蹬着自行车，希望能阻止神探组织的私刑。与此同时，警方也锁定了一个名叫楼绝魂的帕金森病人。同时收到荃湾区出现浮尸的报案，李俊赶到现场后，二话不说跳下了水。男人在岸边紧张地表示，看来自己已经死了。李俊捞上来半截尸体，尸体上有几个数字，这显然是神探组织的下一个目标。当务之急是找到连环杀人犯下半截尸体，这样才能知道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谁。李俊询问男人记不记得自己的抛尸地点，男人表示是在泥涌的渠口。李俊马上蹬着自己的3轮车前往抛尸地。也许李俊破案的办法就是将自己带入凶手，这样就能知道凶手的想法。李俊一边喃喃地说自己不是疯子是神探，一边拼命地蹬着自行车。他离开后不久，欧阳健带着人赶到了现场。据围观群众表示，将尸体捞上来的是一个看起来神神叨叨的男人。欧阳健瞥了一眼照片，认出是李俊。在他看来，李俊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通知所有巡警，只要看到李俊就当场逮捕。雨夜，陈一正在反复思考触发连环杀人犯行凶的条件。屋外的电闪雷鸣启发了他，再加上所有案件的事发时间都是在暴雨夜，陈一认为这就是诱发凶手作案的条件。同时，他命人找来荃湾附近渠口的地图，认为剩下的半截尸体应该还在渠口，没有被冲出。等陈一赶到时，李俊已经早早等在了这里。他神神叨叨地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告诉了陈一，并指责他不该第一个怀疑秦志涛。在警方准备抓他时，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水渠，被大水冲到渠口后，发现了被卡在铁栏上的另外半截尸体。李俊拖着尸体从下水道钻出来，陈一也用最快的时间调查清楚了李俊的身份背景。李俊最高做到欧记的总督察，离职前妻子因为抑郁症自杀。受到打击的李俊在和黄兴调查一起集体谋杀案时，称自己看到了一个怪物，还指怒骂同事都是废柴，不帮自己一起抓怪物。但事实上，大家只看到李俊在对着空气开枪。事后他被医生诊断为急性妄想症，警方也卸掉了李俊的配枪，将他调离一线。尸体上的编号直指一宗飞尸案，外号一星三虎的混混把一家人扔下了楼，神探组织也会在今晚将这兄弟3人扔下楼。李俊坐上陈一的车前往庙街，空空如也的后座在他看来却已经坐满了人。一星三虎正在骂骂咧咧地要求李俊将车开快点，李俊则强忍着怒气骂几人是人渣，因为收不到租就杀了别人全家。一星三虎反驳还给他们剩了个儿子，李俊表示不是他们放过了孩子，而是孩子躲起来逃过了一劫。这一幕看在陈一眼里亦是李俊在自言自语。一行人很快便来到庙街，然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一星三虎被挨个扔下了楼，有一个甚至还砸在了陈一车顶。李俊仿佛忘了自己已经不是警察，他熟练地分配人马，潜入大楼包抄神探组织。警察们也没有反驳，按照李俊的指挥进入大楼，和准备逃走的神探组织进行了交火。李俊拿着自己的手指枪截住了看起来像头目的女人，对方看到他后却突然停了火，还推开了一旁的同伙，两人之间显然另有渊源。神探组织火力不敌警方，落荒而逃。陈一和李俊追着对方进入了绑架一星三虎的房间。李俊看了一眼地上的数字，得知神探组织的下一个目标是避风塘烹尸案。李俊追着对方上蹿下跳，陈一为了保护他也挺着肚子穷追不舍，结果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陈一中枪后摔下了天台，李俊为了救他也被拽了下去。千钧一发之际，警察的支援赶到，看到被吊在半空中的陈一后，纷纷上前充当起了人肉垫子。这个垫子来得很及时，陈一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大碍。李俊继续追赶神探组织的亡命之徒，他跳上对方的车顶死死扒着，车里的歹徒见状试图将他击毙，驾驶座上的女人却再次阻止了他们。紧接着一个漂移将李俊甩下了车，女人愤怒地指责众人不该对李俊下手，同伙们却觉得是这个疯子引来了警察。女人反驳说李俊不是疯子而是神探，很难不让人怀疑她就是李俊失踪多年的女儿。案发后，警方调查了被击毙的神探组织的成员，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重大案件受害者的家属，这显然是一场有预谋的报复，所以是似乎都和李俊脱不了干系。警方搜查了他在天桥下的住处，发现李俊像个预言家似的写谁谁死。黄鑫了解到情况后，对李俊下达了通缉令。此时李俊正在跟踪烹尸案嫌疑人之一的光头，神探组织的人也盯上了他，他们买了9张和光头目的地相同的船票。与此同时，烹尸案的另一主犯于婆已经被人砍杀致死。警方很快接到了报案，方礼信也接到了陈一打来的电话，表示李俊正在跟踪神探组织和光头，他准备马上过去支援。方礼信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黄鑫，黄鑫迅速安排人手准备行动。方礼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黄鑫，他认为庙街的神探组织之所以撤得那么快，大概率是因为警队有内鬼，这个内鬼不是在欧记就是在西九重案组。陈一很快来到车站，和李俊碰头后坐上了大巴，车子启动前，方李信也带着警察坐上了车。李俊怀疑头目是屠夫暗蛇强的女儿，并且这帮人一定看过他写在天桥底下的案件分析，并以此确定作案目标。李俊认为女头目之所以不朝自己开枪，可能因为他是唯一认为蛇强不是凶手的人，所以才几次三番被放过。陈一认为那个案子已经被盖棺定论。李俊突然激动地表示蛇强是被冤枉的。坐在后排的方礼信将他按在了座位上，小声说司机就是那个女头目，还问起了李俊女儿的去向，似乎想说头目根本不是蛇强的女儿，而是他的女儿。李俊闻言站起身朝前走去，似乎想确认司机究竟是谁。
车上的神探组织见事情败露，抽刀追砍起了光头，车内顿时乱作一团，警匪混战一触即发。头目见李俊半截身子都在车外，马上猛打方向盘，将人甩回了车内。紧接着车子不受控制侧翻，李俊拦住准备跑路的女头目，看到她胳膊上用小刀划出的单词后，确认对方就是自己的女儿。头目一把推开愣在原地的李俊，和同伙们追着光头砍杀起来。另一边，欧阳健带着同事来到鱼婆案现场，和神探组织对峙时，意外发现杨丽和齐家柱竟是内鬼，两人分别是佘强的女儿和秦志涛的儿子。幸存的警察急忙赶回总部汇报情况。杨丽和齐家柱脱掉警服，换上了神探组织的衣服，他们要对击毙佘强的欧阳健进行审判，将其劫持后逃离了现场。李俊也得知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欧阳健，他声嘶力竭地表示自己起初只是怀疑，调查后发现真凶并不是欧阳健，希望神探组织不要再滥杀无辜。他一句一句重复着那句与怪物决斗，小心自己成为怪物，想让女儿迷途知返。警方这次仍未能将神探组织一网打尽，为了调查欧阳健是否在案发前就已经被监视，欧记搜查了他的住处，结果意外发现了魔警案丢失的上弹器以及屠夫案的大量血衣，其中甚至包括陈怡的个人物品。原来陈怡就是屠夫案唯一获救的受害者，只是他万万没想到真凶会是欧阳健。与此同时，方礼信认为李俊也极有可能是神探的人，便将他带回警局审讯，逼其交代欧阳的位置。李俊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说的欧阳健查案有问题，并未说他是魔警案和屠夫案的真凶，是那帮想要替天行道的神探曲解了自己的意思。方礼信却坚持李俊就是真正的神探，是操控一切的幕后黑手。他和他的女儿早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嗜血的怪物。与此同时，神探组织通过齐家柱的电脑黑进了欧记的网络，并将欧阳健承认自己就是屠夫案和魔警案真凶的视频画面切到了所有警员的电脑上。陈怡始终无法相信欧阳健是真凶，方礼信让他先回家待着，见陈怡不肯，便大声吼了他。陈怡伤心地转身离开，兴许是觉得自己有些情绪失控，方礼信叫住陈怡，蹲下身帮他系好了散开的鞋带。陈怡准备驾车离开时，戴着手铐的李俊冲了出来，他大声告诉陈怡，欧阳健不是凶手，那帮神探要在魔警案的案发时间处决欧阳健，他们必须抓紧时间。陈怡让李俊上了车，两人一路疾驰，摆脱了身后追来的警察。黄兴见状便认为李俊和陈怡都是神探的人，他这个组长显然没有什么破案头脑，几乎所有判断都偏离事实，也不怪李俊总骂他是废柴。欧阳健认罪的视频被各大媒体报道，全港哗然，反响巨大。李俊在车上开始自问自答，他将线索指向屠夫案唯一幸存的女大学生，可惜对方身份保密，短时间内找不出这个人，于是他便让陈怡开车到发现女大学生的地方大旗岭村。陈怡询问李俊为什么如此肯定秦志涛不是魔警，李俊表示他脚上那双鞋带的绑法不同，左脚还是反绑着的。李俊查阅了秦志涛生前的照片，发现他从来不会用伊恩结绑鞋带，可见现场确实还有第四个人。两人很快来到大旗岭，下车后陈怡表示自己就是那个女学生，她被屠夫折磨了3天，逃出来后走了很久，被方礼信救下。李俊查看了陈怡身上的伤痕，分析屠夫应该有一男一女2重人格，他将自己在最亲近之人身上受到的伤害原本地转嫁给了陈怡。陈怡继续回忆当天的情况，他被折磨的第3天，似乎预感到屠夫会杀了自己，但对方动手前接了个电话便匆匆离开。陈怡也趁此机会逃了出来，他细细地向李俊描述了自己的逃亡之路：两边有水声，门口有条小桥，下到第29个台阶有风车声，转弯再下38阶，还有个很窄的台阶，地上有很多有壳的小果子。李俊仍在细细打量着陈怡身上的伤口，无意中发现他鞋带的绑法正是伊恩结。李俊焦急地询问是谁帮陈怡绑了鞋带，得知是方信礼，恍然大悟。李俊分析，当时方礼信发现陈怡时刻意将他调转了方向，让陈怡误以为自己是从东村跑过来的，实际上他来的方向是西村。方礼信引导陈怡来到东村，并在佘强家的地里挖出了5具尸骸，这也成了将佘强定罪的关键证据。李俊带着陈怡来到西村，果然发现了相同布局的小路和台阶，并找到了屠夫真正的作案地点，屋里满是尘土和失踪女孩的尸骨。李俊还发现了一截自己抽过的雪茄，他看着满地的脚印，惊觉方信礼早就设好了局，等着自己往进钻，包括给陈怡绑鞋带。李俊打算回欧记向黄兴揭穿方礼信，陈怡觉得这件匪夷所思。李俊问他方礼信是不是也同样满身伤痕，并猜测方礼信小时候一定遭到过家暴。陈怡表示方礼信有个酒鬼老妈，喝醉了就用刀子划他，他哥哥也有样学样，用锤子砸他。李俊大声质问这两人是不是已经不在了。陈怡告诉他，方信礼16岁的时候老妈被瘾君子劫杀，哥哥也车祸身亡。他说着声音低了下来，似乎也发现这一切都太过巧合，也许屠龙的少年最后真的变成了恶龙。但陈怡还是无法相信自己的枕边人会是屠夫和魔警。李俊查找导航目的地时，发现方礼信曾去过一个废弃船坞，便决定到那里碰碰运气。与此同时，方礼信引导大家发现欧阳健认罪视频背景声中的海浪声和船笛声，并通过自己车上的定位系统组织人马前往废弃船坞，同时搜查了西村的屠夫窝点，搜集到了李俊在现场留下的种种痕迹，并给黄兴传达了错误的讯息，让他也坚信李俊患有人格分裂症。他体内除了正义的神探，
另外2个就是魔警和屠夫。就在这时，神探组织的内部出现了分歧，齐家柱和杨丽准备在午夜1点杀了欧阳坚祭奠父母，李俊的女儿却相信爸爸的话，认为应该弄清楚再决定欧阳坚的死活，还提醒他们不要忘了是靠谁才找出真凶，大仇得报的。李俊和陈毅也赶到了船坞，发现远处对峙的神探组织成员后，好奇方礼信为何会知道这帮人的藏身之处。当务之急是救出欧阳剑，李俊顾不得细想，终于在一个水牢中发现了欧阳剑。李俊将他救出，并让他回去告诉欧记的警察方礼信才是幕后真凶。可惜欧阳剑此时的神智还不如李俊清醒，没走出多远就被神探们打爆了船，生死未卜。李俊的女儿见众人要将他和爸爸置于死地，索性弃暗投明，掩护爸爸和陈毅逃进船舱。陈毅也在这一番折腾下有了产子的迹象。与此同时，欧记和飞虎队也赶到，李俊3人都被列为了主犯。方信礼和飞虎队率先潜入船坞，紧接着趁众人不备扔了颗闪光灯，并击倒了附近的几个飞虎队队员，同时引爆了早就安置在船上的炸弹。看来方信礼确实就是幕后真凶。李俊分析，他早就计划好了一切，就是为了将所有人引到这里灭口，偏偏自己还上了这个当。今晚之后，输的那个人会变成疯子，赢的那个人会成为真正的神探。陈毅还是不愿相信方礼信真的如李俊所说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李俊的女儿表示自己可以作证，方信礼就是他们的头。李俊也追加了一剂猛药，说别看方礼信平时看来很爱他，实际上他没有任何人的情感，将陈毅留在身边只是为了每天看到自己的作品，顺便回忆一下杀女人时的快感。另一边，方信礼和神探们会合，并分给他们每人1个炸弹，给他们洗脑了一番，让这些孩子们为自己冲锋陷阵，最后全都惨死。方信礼穿上李俊常穿的黄色雨衣，挨个给地上的尸体补了枪，防止他们跳出来咬出自己。不仅如此，他还不忘杀人诛心，将真相告诉了杨丽和齐家柱，让2人死不瞑目。我才是魔警，我才是屠夫。陈毅还在艰难的产子，补完枪的方礼信找了过来，好在孩子给力，在方礼信破门而入时顺利出生，3人分头跑路。陈毅跳下了废船，李俊则和方礼信狭路相逢。他本想用方礼信刚出生的孩子气回头是岸，没想到方礼信却连自己的孩子都忍心下手，是个彻头彻尾的恶魔。方礼信杀掉了李俊的女儿，还引导他杀掉怀里的婴儿，为自己女儿报仇。李俊可能是个疯子，但他绝不允许自己变成像方礼信一样的怪物。方礼信见状便击到李俊，打算自己亲自动手。这时陈毅拿着一把枪爬上了船，他还试图劝说方礼信自首，但回应他的却是对方的子弹。看来李俊说的没错，方礼信根本谁都不爱，包括妻子和孩子。陈毅伤心欲绝，最终配合李俊杀掉了方礼信。一个怪物出现在方礼信尸体上方，李俊急忙追着开枪，并询问陈毅有没有看到怪物。陈毅犹豫了一会儿，说自己看见了。被认可的李俊喜极而泣，多年的心结似乎也在这一刻打开。另一边，欧阳剑死里逃生，游上了岸。他第一时间告诉黄新芳，李信才是屠夫和魔警，2件案子的线索都是他提供给自己的。事情终于真相大白，陈毅回到了岗位，李俊也受邀成为欧记的刑侦顾问。片尾再度提到那句和怪物战斗，小心自己成为怪物。李俊翻看着自己整理的案件资料，玻璃上却映出了方礼信的影子。也许李俊早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怪物。